苏雅，你明天就去把这套房子加上我的名字。你说什么？咱也老了，房子加上我的名字，以后养老也方便嘛。周烨，这套房子首付80万，全款160万，我爸妈卖了老家的房子，棺材本都搭进去了，写的是我的名字。你现在跟我说加你的名，我不也是为这个家吗？夫妻一场，算那么轻干嘛？算那么轻，水电费 AA， 生活费 AA， 过年给你爸妈包红包，我出一半，你出一半。10年了，周烨，你跟我算得清清楚楚，怎么到了我的房子你就不想算了？你这人怎么说话呢？我是你老公。我看着他这张脸，忽然想起了一件事。上周他换手机，让我帮忙导照片，我没多想，但我看到了他银行卡的余额，一个我从来不知道的数字。我和周烨是大学同学，他追了我3年，我们毕业那年在一起，结婚前他提出了 AA 制。小雅，咱俩都是独立的人，我希望结婚后 AA 制，这样最公平，你说呢？我也觉得爱情要纯粹一点， AA 挺好。妈，我们商量好了，结婚的钱他出，婚房这边咱家出。雅雅，买房子可以，但是这房子只能写你的名字，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。妈，我们感情好着呢，你就别操心了。那时候我觉得我妈老派，不懂年轻人的婚姻。我和周烨是平等的，我们 AA， 我们独立，谁也不占谁便宜，这才是现代婚姻该有的样子。苏雅，你看一下你怀孕后开销大涨，这个月总共花费了2876.48，咱来一人一半，1438.24，而且这些水果和营养品算公共开销，给咱孩子吃的嘛，当然得 AA。对，应该的。而接下来的产检费、待产包，连我吐得昏天地时他买的那袋水果，月底都会出现在账单上，除以2。辛苦了，老婆，顺转喷，遭罪了，好好养身体啊。对了，这次生产总共花了12000，我给你转过去6000。来换下药，可能会有点疼，忍一下。周烨，疼，你能过来一下吗？对，那个方案周一发我看看。行，回头聊。来，抓我手，忍一下，马上就好。那时候告诉自己嘛，是哪有不疼的。苏雅，赶紧趁热把猪蹄汤喝了，省得饿着我大孙子。妈已经喝了1星期了，我真喝不下了，能不能换点别的？别人家媳妇儿都能喝，就你不能喝。我大老远从老家过来伺候你，你还挑上了。周烨，我堵奶了，医生说不能喝太油的。你说说他，我炖了2个小时端过来，他看都不看一眼，我这老婆子的脸往哪儿搁？多少喝一点吧，我妈也是好意，别让她寒心了。汤里放了盐的，下奶，别浪费了。月子里的40天，白粥、鸡蛋、猪蹄汤，天天如此，顿顿不变。而这40天里，因为堵奶，发烧3次，每次都是周烨带我去医院，然后他再把所有费用一起递到我面前 ，AA。当时的我真的没有意见，我们是平等的，生孩子是2个人的决定，费用当然应该一起承担，毕竟是要公平，对吧？小雅，我妈在这儿照顾你40天，累得腰都疼了，给她5000块辛苦费不过分吧？我直接从公共账户转了。行，算了，我出吧，毕竟是我妈妈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5000块他又从公共账户里扣回去了一半。他说我妈是来帮咱们俩的，不是帮我一个人的。我没说话，道理好像也对。周烨，公司业务调整把我调到边缘部门了，工资少了1500。没事儿，正常的，你刚回去嘛，刚好我升职涨了2000，这样吧，按比例来，公平。你每月转4000，我转6000，你别有压力啊，比例是对的。孩子6个月，我开始背奶，每天中午躲一次，下午躲一次，吸奶器的声音很响，我怕被同事听见，把自己关在最里面那个隔间。有一次没关紧，被保洁阿姨撞见了，她什么都没说，默默把门带上了。我在那个隔间里哭了10分钟。孩子1岁，我们请了一个阿姨，阿姨每月4500 AA， 我出2200，她出2200。阿姨6点下班，晚上的事儿归我。周烨，你能帮我哄一下吗？我实在太累了。啊？你说什么？孩子，帮我哄一下。这把马上结束，你再等一下。
我等了40分钟，孩子已经哭累了，自己睡着了。哎，睡了啊？你挺厉害的嘛。阿姨辞职以后，我们开始自己带。我每天6点起，做饭、送托班、上班，接孩子、做饭、洗澡、哄睡。周夜每天8点起，上班、回家、吃饭、打游戏、睡觉。周夜，你能不能帮忙做点家务？我工作压力大，回家就想放松一下。我也上班啊。你那个工作能有多累？而且你做家务顺手吗？我笨手笨脚的，越帮越忙。老婆辛苦了，周末我带你出去吃大餐，好不好？人均450，各付各的啊，爽不爽？爽。我没告诉他，我那个月工资交完房贷，还完信用卡，只剩800块。那顿饭我用的是下个月的生活费。孩子3岁那年，我妈生病了，胆结石，手术费2万3，我出的。我没让周夜 AA， 那是我妈。请了1周假，回来以后绩效考评，我被评了 C， 年终奖1200。3万2，我自己的钱自己做主，你也可以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啊。我买了。他年终奖2万8，给自己买了块3万2的表。我年终奖1200，给孩子买了双打折的鞋，178。这什么玩意儿，跟刷锅水似的，一点味都没有。你是诚心的吧？妈，医生说了，高血压必须少盐少油，不能放太多。少盐少油？你是想饿死我，还是故意苛待我这个老婆子？妈，我没有，连个汤都熬不好，我儿子怎么娶了你这么个东西？连个汤都不会熬，故意苛待我。乖，不哭不哭，妈妈在，妈妈在。婆婆生病住进来之后，我每天除了照顾孩子，还要照顾婆婆，而周夜只负责在书房打游戏。怎么了？我正打团呢，你没看见？这游戏不能中途退，退了要被扣分的。孩子的事比你游戏扣分重要吗？孩子吐了一身，床纸被套全脏了，现在还在哭。妈在客厅嫌汤难喝，正闹脾气不肯吃药。卫生间还有一盆脏衣服等着洗，明早的饭我也没准备。周夜我从早上6点转到现在，一口晚饭都没吃。你能不能把游戏停了？哪怕你去客厅把地拖一下，或者去把妈哄好，让她把药吃了，让我腾出手给孩子换个干净床单，行吗？发烧就喂药，吐了就拿抹布擦干净，这些不都是顺手的事儿吗？你非要一件件掰扯出来干什么？再说了，洗衣服不是有洗衣机吗？不就是你塞进去按个按钮不就行了？至于把自己说的像个苦力一样吗？按个按钮就行了。在他眼里，沾满呕吐物的衣服会自己走进洗衣机，7、8种降压药会自己飞进婆婆嘴里，冰箱里的菜会自己变成一桌饭。他永远觉得家务是顺手的，因为他从来不需要伸那个手。顺手的事，好，那既然这么顺手，今天这些顺手的事，你来做。你在说什么？或者，你按我们 AA 制的规矩来算算账。妈每天吃的低山盐、深海鱼、新鲜车厘子，你嫌走公共账户太伤感情，让我别计较。这些钱全是我自己垫的，现在不光是钱，连照顾人的力气全是我一个人在出。周夜，你在 AA 制里到底 A 了什么？苏雅，你讲点道理行不行？我每天在公司压力多大，你不知道吗？好不容易周末想放松一下，你干嘛非给我找不痛快？再说了，我妈大老远跑来看病，人生地不熟的，她脾气不好，你就不能多顺着点吗？而且我是儿子，有些事情不方便，你是儿媳妇儿，照顾婆婆不是应该的吗？再说你工资低，请假损失小，我要是请假，一天就是好几百。那天晚上我怎么都睡不着，我一直在想我妈说过的话，这房子写的你名字，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。我却心里冒出一个念头 ，AA 制10年，她到底存了多少钱？我呢？我又存了多少？妈，5000块转给您了，这3个月辛苦了，帮咱们分担了不少。行，妈走了，你们好好过。他说帮咱们分担，所以5000块从公共账户扣的。但这3个月什么事儿都是我一个人在做，他分担了什么呢？他下班回来陪婆婆聊10分钟天，然后进书房打游戏。周末带婆婆去公园转2圈，拍几张照发朋友圈，陪老妈逛公园，母慈子孝。底下一片点赞。旧手机你帮我把照片导一下，有些工作资料要备份。
好，照片太多了，从结婚到现在好几千张。结婚那年我们都很年轻，他瘦，我也瘦，我们笑得好开心。但现在呢，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眼角有了细纹，脸上有了斑，头发少了一半，而他呢，胖了，但还是那副轻松的样子。每天打游戏、喝啤酒，周末睡懒觉。明明我们 AA 制，谁也没占谁便宜，为什么我这么累？为什么我存不下钱？我不小心点进了他的银行 app， 他没退出登录，首页余额187万。我盯着那个数字看了1遍、2遍、3遍，187万。我打开自己的银行 APP，23万，这是我全部的存款，还包括我妈给的10万，说是给孩子以后上学用的。也就是说，我自己10年存下来的只有13万，他187万，我13万 ，AA 制10年。我突然想起了很多事。怀孕的时候，我吐得死去活来，他 AA 我的营养品；产假3个月，我工资2万，他年终奖拿了1万8。孩子小的时候，我每天挤奶、喂奶、换尿布，他在书房打游戏。我妈生病，2万3的手术费我出的，他1分没出。婆婆住了3个月，他从公共账户扣了5000。我买件衣服考虑半天，他转头买了3万2的手表。AA 制，好公平的 AA 制。他只是把能用数字计算的部分分成了2半，那些不能用数字计算的部分全是我的。187万，存了187万，然后跟我说房子该加你名字了，好一个 AA 制。冷静，我告诉自己要冷静。10年了，我不能因为一个数字就失去理智，但这个数字像一根刺扎在心里。我找来纸笔开始算账，按他的收入和支出，10年下来他应该有240万左右，但他只有187万，少了53万。这53万去哪儿了？我继续翻他的手机，流水太长了，没法一条条看。但我注意到一笔转账2万，备注妈。我点进去看，过去3年他转给他妈的钱加起来26万。我一直以为是每年几千块，26万，我从来不知道。还有一些转账给一个叫老刘的人，金额不大，几千块，但很频繁，3年加起来8万。老刘是谁？我不认识。还有消费记录，高端会所5800，酒吧3200，品牌店12000。越看越心凉。他的生活比我想象的丰富多了。他有社交，有爱好，有消费，而我呢，上班、下班，带孩子，做家务，睡觉。我已经很久没买过一件像样的衣服了，很久没给自己朋友吃过1分钱，因为我没有钱。每个月的工资交完公共账户，还完房贷，剩下的全给了孩子。他的钱他自己做主，我的钱全给了这个家。我突然明白了，所谓的 AA 制根本不是公平，是我在用我的钱和我的时间养着这个家，而他只是在这个家里借住了10年。现在他想把我的房子也变成他的。夜风很凉，吹得我清醒了一点。我想起我妈说的话，这房子写的你名字，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。我心里有数了，10年了，我终于心里有数了。给你买的，你不是喜欢吃这家的芝士蛋糕吗？谢谢。怎么了？不高兴？没有，就是有点累。累就早点休息，我去洗澡了。128块，他1年给他妈转26万，给我买个128块的蛋糕，1年在会所费好几万，给我买个128块的蛋糕，存了187万，给我买个128块的蛋糕，然后问我怎么了，不高兴？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我也不知道该从哪里问起。有件事儿想问问你。啥？你存了多少钱？怎么突然问这个？就是想知道。没多少，乱七八糟花的多。具体多少？你什么意思？我就是想知道你具体存了多少钱。苏雅，你查我，你是不是翻了我手机？是。你凭什么翻我手机？你让我帮你导照片的。导照片不是让你看我隐私。银行余额算隐私，夫妻之间的财产不该互相透明吗？咱俩说好的 AA 制，我的钱是我的，你的钱是你的，
你没资格管我存了多少。我没想管，我就是想知道一个数字。你知道了又怎样？我知道了，187万。你存了187万，我存了13万。那是你自己没能力。我们 AA 制10年，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会差这么多吗？因为我赚的多，你赚的少。只是因为这个？不然呢？苏雅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说的是，你的 AA 制只 AA 了明面上的钱，水电费、物业费、生活费，但我怀孕、生产、带孩子、做家务、照顾你妈，这些你打算怎么 AA？ 我产假3个月，工资少了2万，你年终奖拿了1万8。我每天带孩子做饭、洗衣服，你在书房打游戏。我妈生病，我出了2万3。你妈住我家3个月，你从公共账户扣了5000。我买件衣服要考虑半天，你转手买了3万2的手表。我一年给自己花的钱不超过2000块，你一年在会所的消费我看了3万多。周烨，你告诉我，这叫公平吗？我赚的多，我存的多，是我自己的本事。你赚的少，你存的少，你怪谁？我又没拦着你升职，我又没拦着你赚钱，你自己不行，怪我。好，你说的对，我赚的少是我的问题。那咱们今天把话说清楚，房子不加你名字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字面上的意思。房子是我爸妈买的，写的我名字，我不会加你名字。苏雅，我们是夫妻。是夫妻 ，AA 制的夫妻。你的钱是你的，我的钱是我的，我的房子当然也是我的。苏雅，你变了。是你让我变的。苏雅，你给我回来！那天晚上我们大吵了一架，他摔门出去，凌晨2点多才回来，一身酒气。我躺在床上一直没睡，我在想一件事，这10年我到底在图什么？第二天，他像没事人一样去上班了。走之前看了我一眼，什么都没说。喂，小雅，你怎么了？听起来不太对劲儿。妈，怎么了？你说，妈听着。我没忍住，把昨天的事儿全跟他说了。小雅，妈跟你说句实话，当初你们要 AA 制，妈就不同意。但你说你们感情好，说 AA 制公平，妈没拦你。但妈一直觉得 AA 制在婚姻里就是耍流氓。你想想什么叫 AA？AA 是各付各的，谁也不占谁便宜。但婚姻是什么？婚姻是2个人绑在一起，共同过日子。你怀孕、生孩子、带孩子、做家务，这些东西怎么 AA？ 他能帮你怀孕吗？他能帮你生孩子吗？他能帮你喂奶吗？他做不了这些事儿，但他要你 AA 那些他能做的事儿。他把他能做的做了，说公平；你能做的那些，他当作不存在，这叫什么公平？妈，你说的对。小雅，听妈一句话，那套房子打死也不能加他名字，那是你爸和我的命。我们省吃俭用攒了一辈子，就攒下这一套房子，给你是因为你是我们的女儿，不是给你们家的，更不是给周烨的。妈，我知道了。还有，你好好想想，这个婚姻你还想不想要？妈不是让你离婚，但你得想清楚，你图他什么？如果什么都不图，那在一起有什么意义？我要打印一份银行流水，我爱人的，我是他的紧急联系人。我拿着那叠流水，找了个咖啡馆坐下，一条一条看，越看脸色越难看。他转给他妈的钱不是26万，是43万，有一些是现金存入后再转的，没有配注，我之前没看到。43万，我从来不知道。老刘是他的牌友，3年下来，他输了12万。他还买过另一只表，6万8，
不是那只32000的，是另一只。他藏起来了，我从来没见过。好一个 AA 制，他 AA 我的水电费，然后把省下来的钱转给他妈，输给牌友，买名表，泡会所。我怎么这么傻？这10年我到底在干什么？回到家的时候，家里静悄悄的。我站在客厅里，看着这个我精心布置，每天像个老妈子一样擦拭打扫的家。沙发垫是网上淘的打折货，原来的皮面被孩子画花了，我舍不得换新的。茶几上的水果是昨晚超市快打烊时买的临期特价。身上这件衣服3年前双11凑满减买的，袖口都抽线了。我用这些廉价的拼凑和无数个日夜的操劳，支撑起了这个所谓的家。然后我那个每天把绝对公平挂在嘴边的丈夫踩在我的脊背上，去享受他3万多块的高端会所，6万8的名表，还有打牌输掉的12万。昨天是我态度不好，话赶话说到那儿了。你也知道男人的自尊心嘛。别气了，我今天特意提前溜号去排队买的，当给你赔罪了，行不行？他穿的这件衬衫是我上个月熨好挂进衣柜里的。他手腕上那块2000块钱的运动手表，是他在我面前的伪装。我看着那块表，脑子里浮现的却是流水单上那笔6万8的钟表小行消费。那块真正的名表现在藏在哪儿呢？车里的手套箱，还是办公室最底层的抽屉？等他和老刘出去潇洒的时候，才会换上它吧。怎么这么看着我？不认识你老公了？烤鸭多少钱？160，放心，用我自己的钱买的，不走咱们公共账户。苏雅，你别这样，我都主动低头了。昨天187万那事儿，你就别揪着不放了。我也不是小气的人，以后家里开销，我每个月往账户里多打500，行了吧？日子总得过下去，不是？在他眼里，我这10年的青春，生育的撕裂之痛，无数个熬夜带孩子的夜晚，伺候他妈时的委屈，只需要每个月多给500块钱，就能轻飘飘的一笔勾销。老刘，流水单上出现过无数次的那个名字。今晚老地方搞2把，3缺1，就等你了。他看见了屏幕，他的动作只僵了不到1秒。拿走手机，清掉消息，揣进口袋，行云流水。他撒谎的手法比他做家务熟练多了。对了，老婆，今晚部门有紧急方案要改，我吃完饭得回书房加个班，可能搞到挺晚。孩子晚上你多费心哄一下啊。加班。我看着他那张写满诚恳和疲惫的脸，胃里一阵翻江倒海。我甚至连冷笑的力气都没有了。我突然觉得他很可怜，也可笑。他像个拙劣的小丑，在我面前卖力地表演着深情和顾家，却不知道底牌早已经被我翻了个底朝天。我甚至不想拆穿他，不想质问老刘是谁，不想问那43万去了哪里。面对一个从骨子里把你当成免费长工的人，任何争辩，任何控诉都显得多余且掉价。争吵是留给还有期待的人的，而我现在看他，就像在看一个彻底无关紧要的东西。好好，你忙你的。那天晚上我没有跟周烨吵架，我很平静。我躺在床上想了很久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离婚我可以，但孩子怎么办？房子是我的，没有问题，但抚养权我得争取。还有这10年，我的付出怎么算？我不想白白付出10年，什么都得不到。我需要想清楚。第2天，我约了我的大学同学林飞。
他是婚姻家庭案子的专实是律师。我把所有事情都跟他说了。小雅，你这个情况太典型了。AA 制婚姻最后受害的永远是女人。那我能怎么办？林飞，看你想要什么。如果你想离婚，房子是你的，没问题。孩子的抚养权你有优势，这几年都是你在带，他几乎没怎么参与。但他的存款你很难分到。你们 AA 制，财产本来就是分开的，他存的是他的，你存的是你的。还有一件事儿，房子千万不要加他名字。这套房子是你爸妈全款买的，写的你名字，是你的婚前个人财产，加了他名字就变成夫妻共同财产。万一离婚，他能分走一半，而他那187万存款，你1分钱都分不到。儿子，我听说你跟苏雅吵架了。苏雅，我问你一句话，小叶说让你把房子加他名字，你不同意？你们结婚10年了，一直是 AA 制，小叶从来没有亏待过你。他赚得多，可他从来没让你多出1分钱，每个月准时往公共账户打钱，从来没少过。他对你仁至义尽了，现在就让你加个名字，你都不愿意。苏雅，你这也太小气了吧！妈，这套房子是我爸妈买，那又怎样？你嫁给我儿子，不就是我们家的人了？房子加他名字，不是应该的吗？你不加他名字，是不是打算以后踹了他？妈，我问您一个问题，你每年给周烨转多少钱？我给儿子钱怎么了？那是我自己的钱，我爱给谁给谁。那我爸妈给我的房子是不是也是他们的？他们爱给谁给谁。苏雅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说话？那你想让我怎么说？你们结婚这些年，你妈给你转了多少钱，你心里有数吗？43万，我查了你的流水，3年43万。苏雅，你凭什么查我的流水？我是你妻子，夫妻之间的财产不该互相透明吗？这是你自己说的。你说 AA 制公平，但你 AA 的只是水电费、生活费。你妈给你的43万，你从来没说过 AA。你打牌输了12万，你也没说过 AA。你买了6万8的手表藏起来，更没有跟我说过。周烨，你告诉我，这叫 AA 吗？您儿子说带孩子做家务是女人该做的，好，那是我该做的。但您给他的43万，凭什么不是我该分的？我的劳动不值钱，您的钱就值钱，凭什么？房子，我不会加名字，这是我的底线。如果你们觉得不公平，咱们可以坐下来，好好算算这10年的账。那天的谈话不欢而散，婆婆被气走了，周烨也黑着脸出了门。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，看着窗外发呆，孩子在房间写作业，什么都不知道。不管我和周烨之间怎么样，孩子是无辜的。苏雅，我们谈谈。坐吧。我承认有些事情我做得不够好，但你今天的话太伤人了，当着我妈的面算那些账，你让我很没面子。我知道你这些年付出很多，但我也不容易。我每天上班压力很大，我赚钱养家也很辛苦。你不能因为你做了家务就否定我的付出。苏雅，你变了。是你让我变的，我终于看清楚了。你说的公平是你赚钱我出力，你攒下187万，我攒下一身病，我的时间、我的精力、我的健康全给了这个家。你给了什么？你给了一个 AA 制的承诺，然后拿着省下来的钱过你自己的生活。周烨，你不是我的丈夫，你是住在我的事业，你只不过交了10年的房租。苏雅，你想怎样？我不想怎样，我只是不想再傻下去了。从今天起，规矩改一改，家务分工，你要么做，要么出钱请人做，孩子一起带，你要么陪，要么出钱请人陪。你妈再来住你自己照顾，做不到我来，但则算成钱从你工资里扣。AA 制就 AA 到底，你愿意吗？如果我不愿意呢？那就离婚。房子是我的，孩子我争取。你的187万我不要，我的10年你也还不起。那天晚上，周烨在书房待了很久，第二天一早就出了门。中午的时候，婆婆又来了，这次
他的态度不一样了。苏雅，是妈昨天说话太冲了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妈知道你这些年不容易，带孩子、做家务都是你在忙。小叶是男人，有些事情他不太懂，但他心是好的，你别跟他计较。房子的事儿，妈也想过了，你不想加名字就不加，妈不逼。但是你能不能别跟小叶闹？你们毕竟是夫妻，有什么事儿好好说，闹到要离婚多难看。再说了，孩子还小，没有爸爸怎么行？妈，我问您一个问题，您觉得周烨是一个好爸爸吗？苏雅，男人都这样。不是所有男人都这样，是您儿子这样，您教出来的儿子就是这样。您给他转了43万，让他觉得钱是天上掉下来的。您告诉他男人不用做家务，让他觉得家务是女人的事儿。您说照顾婆婆是儿媳妇应该的，让他觉得我是免费保姆。妈，您儿子今天这个样子有您一半的功劳。苏雅，你怎么说话的？我说实话，您不爱听，但这是实话。我不会加房子名字，我也不会再当免费保姆。您想让你儿子有人照顾，您自己来，或者您再给他转43万，让他请保姆。反正我不伺候了。苏雅，你等着！10年了，终于说出来了。我妈跟我说了，苏雅，我问你一句话，你是真的想离婚，还是在吓我？你觉得呢？苏雅，我承认这些年我做的不够好，我确实没有太关心你，也没有太关心孩子，但我真的没有想过离婚。我以为我们挺好的 ，AA 制，谁也不欠谁。你做家务，我以为你愿意做；你带孩子，我以为你喜欢带。我真的不知道你这么累。我知道你看了我的流水，那些钱我妈给的，我确实没跟你说，但那是我妈的钱，我不好意思拒绝。打牌输的钱是应酬，没办法。手表是我一时冲动买的，后来也后悔了。我不是故意瞒你，我只是觉得那是我自己的钱，我自己做主。苏雅，我们说好的 AA 制，我以为你也是这么想的。周烨，问题不在于你花了多少钱，问题在于你从来没有把我当成一个人。你 AA 的是钱，不是生活。你把钱算清楚了，觉得公平了。但生活不是只有钱，我的时间、我的精力、我的身体、我的职业发展，这些都是成本。你从来不算。你把我当成什么？一个不要工钱的保姆，一个免费的生育机器，一个随叫随到的服务员。周烨，我是你的妻子，不是你的工具。那你想怎样？我已经说了，规矩重新定，家务分工，照顾孩子分工，我的劳动要折算成钱，要么你做，要么你出钱。你做不到，我们就离婚；你做得到，我们继续过，你选。好，我试试。那之后的日子，改变是从小事开始的。周烨开始分担家务，他学着做饭，虽然做的不太好吃；他学着接送孩子，虽然经常记错时间；他学着辅导作业，虽然经常被气得够呛。他不再每天打游戏了，至少不再打到半夜。婆婆也不再来了。周烨说他跟他妈谈过了，婆婆确实安静了，偶尔打电话问问孩子，语气客气了很多。我知道他心里不舒服，但我不在乎了。这10年，我为了让别人舒服，委屈了自己太久。现在该让自己舒服一点了。我开始重新规划职业，报了一个课程，学习新的技能。周末的时候，周烨带孩子，我去上课。你去吧，不就是陪个孩子弄顿饭吗？能有多难？以前那是阿姨不靠谱，我今天让你看看什么叫高效带娃。中午课间，我看了一眼家里的监控。原本整洁的客厅，已经变成了战场。别踩！哎呦，小祖宗，别踩在那上面！我关掉了手机，下楼买了一杯咖啡。
晚上6点，我推开家门，屋里弥漫着一股焦糊味混着奶腥味的怪诞气息。怎么点外卖了？不是说要让我见识一下高校带娃吗？那锅燃气灶好像有点问题。苏雅，孩子怎么这么难弄？让他看电视，他非要玩水，把牛奶弄洒了不说，中午非吵着要吃虾。我好不容易包了虾线，他又嫌虾尾巴没弄干净，吐了一地。我这一天连口水都没顾不上喝。哦，是挺难的。不过你不是说过吗？顺手的事儿嘛，你慢慢就习惯了。第2周的周末，他学聪明了，不敢再自己硬扛，试图用钱解决问题。请了200块钱的钟点工，又给孩子点了100多的高级儿童餐。钟点工200，儿童餐120。按照咱们新定的规矩，这笔钱是你为了完成自己那部分带娃义务而产生的额外开销，不能走公共账户，你得自己掏。不，这也算？这不都是花在这个家里的吗？算啊，以前这些事儿都是我亲手做的，我没收你工钱，等于我在倒贴。现在你要用钱买服务，当然是你自己买单。还是说你要把你那187万的存款拿出来，直接请个全职保姆？他立刻闭上了嘴。187万是他的命根子，他绝对舍不得拿出来填这个无底洞。到了第4周，也是我上课最忙的一个周末。昨天他带孩子去公园疯跑，孩子吹了风，今天有些低烧。老周，今晚西城那个局来不来啊？哥几个都到了，就等你了。听说你最近被老婆管严了，不至于吧？你别给我找借口！去什么去？去不了！我儿子发烧了，一直哭，我在找药。我看着屏幕里的他，没有一丝心疼，只有一种很冷的、很安静的痛快。他终于知道了，那些他以为顺手的事情，是怎样一头吞人的巨兽。当一个人被困在屎尿屁和没完没了的家务里，外面那些潇洒、社交，甚至尊严，全都会被碾碎。这些我扛了10年，现在轮到他了。上课铃响了，我收起手机，走进教室。日子还长，我得往前走。小叶啊，我听亲戚说你现在周末都不出门了，在家带孩子做饭。哎呦，苏雅也太过分了，哪有让大男人干这些的嘛？你听妈的，别理他。妈，你别说了行不行？我赚的多有什么用？我赚的钱能自动把这鱼鳞刮干净吗？能让孩子半夜不哭吗？从那天起，婆婆再也没有因为家务的事打过电话，不是因为她理解了，是因为她的儿子终于不再需要她来替她撑腰了。3个月，她的指甲缝里开始嵌进洗不掉的油污。她那件为了显身材买的紧身衬衫，因为每天弯腰抱孩子，崩掉了一颗扣子。她再也没有提过要和老刘去打牌。那块6万8的手表也不见了，不是藏起来了，是他已经累到没有任何力气去在意那些东西，每天晚上倒头就睡。你别动，你别动，小心扎手。我来扫就行。他扫得很熟练，甚至知道用湿纸巾把碎屑再吸一遍。这个细节3个月前的周叶绝对不会知道。他看着我的眼神变了，多了一种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东西，敬畏。这3个月，生活把他扔进了一台巨大的洗衣机里，用最粗粝的泥沙狠狠洗了一遍。他那层用 AA 制和这是女人的事包裹起来的精致壳子，终于被搓掉了。3个月后，我跳槽了，新公司工资多了5000，不用加班，领导也好说话。我终于有了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。周燕也在变，很慢，
但他在努力。苏雅，对不起。10年了，我从来没想过你这么累。我以为 AA 制很公平，谁也不欠谁。但我没想过你付出的那些是用钱买不到的。我错了，房子的事儿那是你爸妈给你的，跟我没关系。我妈给我的钱以后我会跟你说，不再瞒着你。谢谢你，谢谢你没有放弃我。结婚10年，他第一次对我说谢谢。我没有回答，只是握了握他的手。窗外月光很亮，我想，也许这段婚姻还有救，也许。半年后的一个周末，孩子在房间写作业，周夜在厨房做饭，轮到他了。他的厨艺进步了一些，至少不会把菜炒糊了。我坐在阳台上喝茶，突然觉得这个家安静了，不是那种冷战的安静，是真的舒服的安静。我升了职，虽然不大，但总算有了新的空间。周夜也升了职，工资涨了不少，加班也多了。阿姨，吃饭了。我们商量着请了个阿姨帮忙做家务，费用1人1半，从公共账户出。周末一起带孩子出去玩，不再各付各的了，谁方便谁付，回来一起算。苏雅，说句实话，你做的对，我那个儿子就是欠收拾。我年轻的时候跟你一样，什么都忍，什么都让，现在想想挺傻的。你比我聪明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突然觉得他也不容易。那一代的女人有几个不是这么过来的呢？老婆，尝尝今天做的红烧肉。不错，有进步。真的？那以后我多做几次。行，但别天天做，会腻。好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想起了1年前的那个晚上，2部手机并排放在膝盖上，187万和13万。那一刻，我以为这段婚姻要完了，但我没想到他活了下来，伤痕累累，但还是活了下来。我不知道以后会怎样，也许他会变回原来的样子，也许我们还是会走到尽头，但至少现在我不后悔。我后悔的是那10年，那10年我太傻了。我以为忍耐是美德，付出是应该的。我以为只要我足够好，他就会看到我的好，但没有人会看到，除非你自己先站起来，告诉所有人，我值得。吃饭啦！来，爸爸今天做的红烧肉，你尝尝。哇，好香！我看着他们父子俩笑了。日子还是要过的，但我不会再傻了，永远不会了。窗外阳光正好，茶很甜，肉也不错，我想这就够了。